Hola Bitcoin， 今天是9月8号，比特币价格现在是重新返回到19000美金上方。那昨天在那么恐慌的位置还敢给大家多单的建议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看到日线级别价格在破低，指标 KD 已经不破低，出现日线底背离的结构。按以往的历史经验，有背离的位置可能就是会出转折。什么转折？你价格不是在跌吗？就是转折向上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今天视频要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历史上比特币很多底部的位置，它都是出在底背离的位置买点的转折。那现在的位置跟历史上的哪一个位置很像啊？不过多单我今天不给啊，还是维持昨天的不变。或者是今天也要来跟大家聊一下，以太坊现在是有一个日线的吞噬，还有没有买点？1520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，BR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 Bybit 新的邮箱注册不用验证。那么来看一下昨天这一个点位，有跟大家猜，就是这一波从 69K 下来 ，69K 跟 19K 中间是少了5万美金啊，5万美金就算再跌个5000美金，我感觉也无所谓。那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是 69K 跌到这个吞没的位置，低点17000嘛，17000它其实后面是再踩了一只脚，这边就类似一个 W 底的结构嘛。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很强的一个支撑区啊，昨天也是没想到真的就撑住了。不过止损我给了18600，是略微有破了一次啊。那现在的位置除了这一个支撑位，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跟大家讲，这边是有一个底背离的结构，你尽量买的话就是在这个位置买，因为有背离一般就是会有转折。那现在转折强不强？我们看一下这一根 K 线图啊，你用这个开盘价跟收盘价加起来去除以2，然后这一个收盘价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，就差了那么0点几，没有过这个19290几啊，292、293的位置才算一半啊。当然，现在目测来看的话，也可以当成一个插入线，也是说明这个位置有多方的抵抗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要上去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因为现在感觉也是有量略微还可以啊。压力就是前面跟大家讲的19500，短期我们尽量观察一下短线能不能挑战，因为基本上空间是非常的窄，如果是要上去的话，其实很轻松啊，只要涨个 10%， 有可能就会挑战这个20MA。现在成本明天开始要来到这个区间啊，不排除有没有可能这下面都是主力在挖坑，反正我们尽量观察一下。包括昨天其实4个小时也是有买点啊，就是指标已经是好几个背离啊，价格破低3重背离啊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MACD 指标3重背离啊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的量价结构，从4个小时已经很明显啊，已经是有人开始不想让它下去，量已经是有一点盖过这边的量，包括1个小时也是一样，只是目前1个小时、4个小时的均线还是没有走好，它可能会慢慢调整。如果是过了这一个2万，那有可能就全部走好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历史上的几个比特币的底部，它都是出在背离的位置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疫情爆发的当时一个底部，刚刚认真看了一下，这边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背离啊，就是价格不是在破低嘛，类似 N 型的转折，或者 N 型还有 NC 嘛，它在这个位置破低的时候，价格比这个都要低，但是指标买点就是在背离的位置，你不一定会买到这个位置，有可能我买的话可能买在这种区间也是有可能。另外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前面跟大家讲的倒压嘴的技术，你去观察一下，这不是一个倒压嘴吗？它在张嘴的位置后面一般就是10根左右，你在5根的位置去买，有可能就是买在这种位置，不一定会买到这种最低点啊。反正这也是一个背离，底部就是出在背离的位置。那还有一个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不是也是破低吗？价格是在破低啊，这个低点是略微比这个低点低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也是在背离的结构。那现在的位置跟目前的这个位置区间可能还不像啊，因为它前面的这个整理完拉上去以后，后面是这种区间都是属于一个整理区间，可能现在时间跟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位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当时是有跟大家讲过，现在的底部跟这个底部可能都不是很像啊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是接近300根左右啊，250根。如果从这个位置开始算，它后面是在挖坑，所以我参考的现在的位置底部跟18年到19年的这整个区间，可能时间最多可能
在这个位置吧，但是空间不像啊，空间跟这个位置不像。我们再观察一下15年那个位置，15年的可能空间跟这个位置是当时17000跟这个位置是很像，然后25000上去再压回来，跟目前的位置是很像，就这个位置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几个背离的位置，它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前面跌到这个低点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价格破低的时候，这边底部其实也是有背离的结构啊，有明显的背离啊，或者是后面是涨上去，这边不是有一个插入线，多方吞没，或者是后面这边再出一个吞没，它当时是这个低点把这个低点给破，我们可以用裸 K 来观察，用这个来观察，就是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给跌破，明显看到一个背离啊。那有可能目前的位置很像这个位置，就是15年、14年下来的这个低点，当时是在$200，$200的整个区间，有一点类似这个区间啊，有可能就是目前的位置是不是像这一个？主要就是一个时间它还会拉长啊，可能时间还要到明年3月份以后看会不会有大涨的行情，可能这中间还会有很多的波折，就是非常的反复啊，可能甚至还有没有利空，像这种低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坊昨天是收了一个吞没，当然最近事件是很频繁，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聊到以太坊我倒是不担心啊，我的观点是尽量给我抱成大长线。那现在的一个位置它可能还是一样，就前面跟大家讲的，这边估计可能会走成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但是右肩是什么形态？刚开始是以为是会不会横，后面是上去，我以为是会不会直接过，其实可能也是时间没有到位啊，这个还是压在上方，就是因为成本，半年的成本，还有250天的成本，目前还在这个区间，它可能会在这个位置整理很长一段时间。短线上这个点位你可以当成一个防守，但是还有一个买点刚刚是给在这个位置啊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，这边不是有一个整理区吗？它在这一个过的时候，这边有2根整理，可能是很多人以为整理完还要下，其实过这个高点，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买点啊，1520。如果是真的有再回到这个位置，因为这几天我们再观察一下吧，它是15号要做一个合并，我刚刚也是有查了一下，很久没有跟大家开过这个网站，就是原先是燃烧的一个网站，我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它近一天的一个燃烧，最近就在1700枚左右，而且几个项目，比如说 OpenSea 啊，或者是 Uni， 燃烧的数量比前几个月的时候明显是还是有下降，但是我们后续去观察一下每天的一个燃烧的速度会不会增长。还有一点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看好以太坊，主要一点就是它马上要升级啊，还有6天，升级完以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它1年的话可能会减少200多万枚啊 ，M 是 million 嘛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通胀，如果是没有合并之前是在2点几左右，我们也可以预估一下，如果真的合并以后，它的通胀每年可能不是通胀，是在通缩的结构，所以以太坊大长线尽量给我抱成大长线啊，它有可能就类似18年的比特币，后面有没有可能从1000、2000再涨到几万美金都有可能啊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